如果只能够选择过瘦或是过胖，有很多人可能都会宁愿当个瘦子。明明太胖或是太瘦都有可能不健康，为什么我们好像更怕被说胖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肥胖恐惧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澳洲哲学家凯特曼恩是一名康奈尔大学的哲学副教授，他曾经被英国杂志评选为世界10大思想家。而成就非凡的他，同时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肥胖者。他从20几岁开始就一直在跟体重对抗，不但试过各种的节食方法，也吃遍所有的减肥药。但这些都没有让他成功瘦下来，反而还出现像是焦虑啊、暴怒、失眠和脑雾等等的副作用，而且他还差点罹患厌食症，甚至一度出现自杀倾向。经过了几十年痛苦的减肥之路，他发现真正困扰他的并不是自己的肥胖身材，而是社会对于肥胖的恐惧。他认为社会往往认为肥胖的人懒惰、贪吃，而且无知。这些偏见不但让肥胖的人在生活当中遭受到不平等的对待，还会严重的影响身心健康。所以他决定将这些发现写成了《巨胖社会》这本书。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人类社会是如何歧视肥胖，以及肥胖恐惧会带来什么样的危害吧。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入到工商服务时间。想要经营自己的网络卖场，但面对采购跟管理库存还不知道怎么下手吗？那就让一站式企业软体 Odoo 为你解决管理业务的需求吧。Odoo 提供超过70个模组，全都安装即用，而且每个模组之间还可以互通跟串联使用。例如，你可以先用网站制作模组，建立自己的网站，再用采购跟库存模组管理订单跟仓库，系统还会自动的更新库存量，超级方便。而且 Odoo 的界面干净简单，操作直觉，第一次用就能够上手，让你前端后端营运管理一次搞定，再也不用分开处理。现在试用不用登记信用卡，上官网就能够马上的启用，还有15天的免费试用期哦。现在就点击资讯栏的连结，马上试用看看吧。作者认为，人类社会对于肥胖者普遍都存有偏见，认为他们缺乏自制力、不聪明、工作表现差，而且还比较没有道德。根据2010年的一项研究显示，民众讨厌肥胖者的程度跟政治人物以及游民不相上下，甚至还比抽烟或者是吸毒的人更加的反感。作者说，人们总会认为瘦的人一定是很努力而且节制才可以保持苗条的身材，相反的，胖的人肯定是做错了什么才会让自己这么的胖。而社会对于肥胖的偏见也造成了就业歧视。有大量的研究显示，当求职者的履历背景相似时，比较肥胖的人，他们的录取率往往会比一般体态的人来的还要低。而且研究同时也发现，就算只是在面试时坐在肥胖者身边，都会让一个人的录取率降低。由此可以看出肥胖歧视的影响力。除此之外呢，肥胖也会影响升迁。研究发现比较胖的人比较少从事管理职，大多担任行政还有服务的职位。而且就算职业相同，薪水也会因为身材有差距。以美国为例当女性体重每增加11公斤，年薪就可能减少13000美元，将近42万台币。而极为肥胖的女性跟平均体重的女性相比，每年会少赚19000美元，大约是61万台币。此外，作者还发现社会对于肥胖者的歧视从儿童时期就开始了。作者在书中提到，体重是校园霸凌最常见的因素，比较胖的孩子往往容易受到同学的嘲笑，而且就连老师都可能会歧视比较胖的学生。有一项研究发现在5到8年级之间，尽管评分标准还有考试成绩都没有改变，但只要学生的 BMI 值变高，老师就会认为学生的能力下降。而这个能力的下滑更具体的来说，是当女孩子变胖时，老师会认为她们阅读能力变差；当男孩子变胖时，就会认为他们的数学能力下降。而作者认为这也刚刚好跟这个性别刻板印象不谋而合。那虽然也有部分的证据指出胖孩子在校的表现确实有比较差，但作者认为这也很有可能是因为这些孩子被同学嘲笑之后，容易跟同学脱节，影响学习，甚至不太愿意去上学。作者认为肥胖其实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很可能会带来煤气灯效应，造成深远的影响。关于煤气灯效应，我们之前有做过一集详细介绍，大家可以在影片结束之后再去找来看。那我们这边呢，先简单的解释一下，煤气灯效应是指说，有心人士会用贬低对方价值的方式，让受害者产生自我怀疑。那当肥胖者被社会歧视，就像受到媒介的高控，他们常常会对于自己的肥胖感到很愧疚，多半会认为自己不管是外表啊或是思想都有缺陷，这个里里外外都很失败的人。
而这样子的自我怀疑呢，也会让人开始不相信身体的饥饿感，因为如果饿了就吃东西，就表示自己真的意志力薄弱，太容易屈服于欲望，到最后吃东西就变成了一件有罪恶感的事情。所以有很多人呢，终其一生都在节食，而且几乎是随时处在挨饿的状态。另外一方面因为社会通常会把肥胖跟没有性吸引力画上等号，所以肥胖的人往往也会对自己的身材感到自卑，觉得自己不值得被爱。那在亲密关系当中呢，肥胖者就比较容易处在弱势，同时这样子的自卑也会让他们更渴望得到异性的关注。这有可能呢，就会导致当有异性给予他们关爱时，就算对方不是自己很喜欢的人，他们也会觉得自己没有权利拒绝而同意交往，甚至会接受一些他们根本不想要的性行为。那除此之外肥胖歧视呢，也可能会严重的危害身心健康。在书中提到，如果肥胖的小孩受到歧视，他们忧郁、自卑、焦虑的风险就会增加，在一些极端案例当中，甚至会提高自杀的风险。另外，也有研究显示，美国有将近 5% 的大学生会为了减肥服用非处方的药物，甚至在吸食古柯碱安非他命、摇头王等等的毒品的女大学生当中，有 15% 的人表示他吸毒的目的是要减肥。作者担忧服用这些药物还有毒品的代价非常的大，除了影响身体健康，更可能会造成焦虑、恐慌以及忧郁等等的精神疾病。同时，不断的节食或尝试各种的瘦身药物，也会让他们体重上上下下出现所谓的溜溜球效应，而这又会再加深心血管疾病、代谢异常、免疫功能恶化等等的健康风险。更严重的是，肥胖歧视不只是影响到个人，也会连带让整个社会都恐惧肥胖。作者提到，人对于肥胖的厌恶呢，传染性极高。当社会普遍都害怕肥胖，就很容易让所有的人都学会这种感受，包含了儿童。在美国呢，3到6岁的小女孩当中，已经有将近一半的人开始担心自己会变胖，更有80%的10岁女孩已经开始节食。有人估计美国呢每年有大约4500万人为了减肥而节食，一年花在减肥产品或课程的消费更高达了500亿美元。换算下来大约是1.6兆台币，远远超过台湾2年的健保总支出。而且购买有瘦身效果的健康食品或者是健身器材，还更进一步的呢，变成像是地位的象征。人们会因为自己有能力花很多的钱在这些产品上面而感到自豪。那这除了会让所谓的健康产业赚到相当丰厚的利润，更是加深了整体的人类社会恐惧肥胖的程度。此外呢，书中还提到，这样子的肥胖恐惧呢，也可能影响到审判的公正性。有项研究显示，当遭遇到性胁迫的女性呢，被描述为胖子的时候，受试者对于男性加害者的同情程度就会变得比较高，负面观感也会比较低，就会让加害者更容易获得减刑的机会。这样子看起来，肥胖恐惧不管是对于个人或是社会都有不少的危害，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大部分的人呢都认为社会对于肥胖的恐惧是结构性的问题，很难找到立刻有效的解方。不过有些人认为社会对于审美的标准会随着时代的改变，像是在欧美文化当中，1920年代喜欢苗条带点男孩子气的女性气质，1950年代偏好圆润的身形，1980年代流行消瘦苍白的海洛因时尚。所以他们提倡可以改革社会对于身材的审美观，为肥胖者创造更多的空间。但作者认为真正应该做的是停止审美文化，因为只要社会还存有审美的心态，就等同呢是逼迫所有人都要加入这场选美比赛。那只要有比赛，就会有输家。他认为每个人的身体都是为了自己存在的，没有责任要去取悦任何人，更不需要被打分数。人类身体的样态本来就非常的多元而且这种多样性非常的宝贵，所以社会应该要拥抱人类在体型体态以及身体样貌的差异。最后，作者也分享在经过了几十年痛苦的减肥之路之后，他现在已经不会为自己的身材感到抱歉，也比较能够用平等的眼光去看待所有人的身体。在进入观点以前呢，我们先特别感谢这一期的所有会员因为有了大家的支持跟赞助，我们才能够持续运作这个频道，跟大家一起研究各式各样的问题，真的是非常的谢谢大家。那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走得更远，欢迎点击频道主页的加入按钮成为我们的会员，或者也可以用超级感谢小额支持我们。好的，那话说回来，我们觉得现代人会害怕肥胖，可能有部分的原因是害怕自己不健康。毕竟呢，有很多的研究都证实肥胖者发生心血管疾病或是相关慢性病的风险比较高。不过，我们透过作者的自身故事以及相关研究也发现，撇除掉健康疑虑，肥胖者确实也承受了很多的社会压力跟歧视。一个人的身材可能会因为遗传生活环境、工作压力、运动习惯，甚至是没有罹患疾病而会出现不同的变化。社会却常常简化原因，对于肥胖的人呢给予很多的负面评价，甚至还会连接到智商个性、工作能力等等相对无关的事情上面。
而这些不那么公平的负面评价，还可能会进一步的影响到肥胖者的亲密关系以及身心健康，这样子结果呢，都让我们觉得蛮难过的。同时我们也发现这种不公平的负面评价，也可能会发生在身材相对纤细的人身上。很多人会认为瘦子就是爱挑食、爱漂亮或是营养不良，这同样呢，也会让他们受到一定程度的社会压力。那么认为这些评价所带来的不公平跟伤害都很值得我们一起来关注，并且思考有没有方法可以让每个人都能够生活得更加自在。那因为时间的关系书中对于肥胖恐惧还有很多精彩的分析，包含了肥胖歧视可能源自于黑人的种族歧视，或是恐惧肥胖的性别议题等等。如果大家有兴趣，很欢迎去把《巨胖社会》这本书找来看看哦。那最后我们也想来问大家，你会害怕自己变胖吗？会我怕太胖的话呢，身体可能会不太健康。B 会我就是觉得瘦比较好看。C 不会我喜欢自己的任何样子。D 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巨胖社会。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大飞机、量体重以及每季等效应。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